此物倒是别致。此物当真能引地火？哎，道长且慢，不是这般使的。瞧，这样。真是奇怪，竟不含半点灵力波动。我就顺了个打火机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内有一丝天雷余迹，外接些许地煞精气。小哥，此物从何而来？祖传的小把戏。小哥从哪里来？又要往何处去？不是不想回答，主要是穿越这事太扯了吧。这山芋是从坡下李家庄顺的吧？多谢道长，在下已经饱了。可愿随我上山？山上有一口吃食，头上也有片瓦遮身，或许还可学2手傍身的活计。意思是管饭？管饱。您说的活计是指修行炼气，逐道长生。此物形制虽然古怪，却内含地煞神气。须是你祖上出过修士，且还是个凝钢炼煞的金丹真人。今日你我道左相逢，终究算是你仙缘未绝。上山可以啊，但我能修行吗？一般来说，不都是要先看看根骨资质啥的？况且我都22了，现在修行会不会太迟？骨骼都已并行了吧？世人皆可修行，资质差的无非慢些。至于年岁，区区20年，于修道之人而言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好，我上山。那便跟上吧。师傅，真要带他回山啊？不然呢？扔在这儿喂妖鬼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您老真要教他修行啊？我不是您的关门弟子吗？你们几个背懒货，不是次次都不愿意随为师下山吗？小哥，可得跟紧些，莫走岔了。执念未散，借着水影拉人替命罢了。伤着没？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水魅而已。积年阴晦之气，借水影惑人，拖入水中做替身，以求脱去束缚，再入轮回。你气血虚浮，神魂未定，又恰逢困顿潦倒，气运低迷，最易被这等阴物趁虚而入。遇袭而不乱，惊惧却未失魂。方才那铃声，你听到了吧？这惊魂铃，它能响，除了贫道及时出手，你自身似乎也……道长方才用的是符，脚术而已，一张净碎符。走了，天色不早，早些回观。那珠子怨气已散，不过一顽石，带里磨粉合药，或是埋入院中桃树下，皆可。世间万物有用无一心，怕它便是索命猎鬼，用对了，便也能是一味良药。别担心，师傅他老人家道法通玄，修为精深，山里头偶尔是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但咱们观里头可干净着呢。终于到了。明日开始，寅时3刻起身干树，卯时正刻操行早课。松月主明，云卧衣裳，半生潇洒寄林骈。横批：清风入庙。好像有点意思。这边。
这是东院，咱们住的地儿在那边。我道号青石，俗家姓王，单名一个石字，嘿嘿，师傅给起的，说是我这人，实诚。那是三清殿，早科晚科都在前头院里做，有时也在店里。师傅讲经也在那儿。别嫌弃，虽简陋些，却总归比破庙强。道长哪里话？此处较之破庙，已是好上许多了。喏，先凑合吃点儿。明日早课记得是寅时3刻起身，师傅最厌人迟。那个，你知道寅时3刻是几时吧？算了，我明日某时，就是天蒙蒙亮那会儿，我来叫你，你可别睡太死了。寅时3刻，大约是凌晨3点45。杀千刀的远光狗，青石道长说要拿被褥，怕是忙忘了。过去已是彼岸，再想无益。父母走得早，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。后来考上大学，还没接他们享福，2位老人就挨着年头走了。再后来毕业挤地铁，日子像上了发条，按部就班的过。直到那个加完班的深夜，骑着2手小电铃，拐进那条没有路灯的僻静路口，刺眼的灯光淹没一切。那溪中水鬼，背后黄符，还有老道士提到金丹真人时，语气里的郑重不似作为。修仙问道，长生久仙。我虽谈不上狂热向往，但作为一个被现代科学侵染过的人，对这种超乎常理的力量体系，好奇总归是有的。更何况，眼下或许是唯一能抓住的可以改变处境的机会。沈师弟，你一夜未睡？睡过了，刚醒。今日早课诵《精进经3遍，新来的且听着。不是说修道炼气吗？怎的先念起经来了？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今日早课毕，尔等自去用斋。是师父。暂留片刻。你入我观中，尚未行拜师之礼，弟子愿拜入师尊门下，恳请师尊收录。呵呵，你倒是有几分机灵，也罢。既如此，有几件事须得先行告知于你。本观名为清风观，我这一脉虽出家住观，奉道修行，却非那等断绝尘缘的路数。原来可以结婚生子啊，那没事了。这道得修。我道号继承，本派源流可溯至青城，而今传承到我已是第9代了。随我来吧。此乃我派开山祖师云路真人，祖师出身青城，乃是有道真修，由善炼起御物。想当年，一手飞剑之术也是独步天下。既入我门，便须得有道号。我观你神思清越，命理玄奇，便唤作清玄吧，取清净为本，玄妙为用之意。谢师尊赐号。你这一头短发倒是少见，莫非曾在空门中待过？师尊慧眼，弟子自幼漂泊，前2年为了一口饭手，求了个挂单剃度的机会，当了战手假和尚，混几餐斋饭，
后来庙里也艰难，便又出来了。妖鬼横行，黎民多艰，为了活命，些许变通亦是无奈之举。然今日有些规矩，你须牢记于心。一戒滥杀无辜，恃强恋弱，枉害生灵；二戒是非不分，遇事当明辨是非，亦不可偏听信，失了公心；三戒贪财好色，财帛女色，人之所欲，但须取之有道，持之有度，用之有方，不可沉溺其中，迷了心窍，坏了修行。弟子必当谨遵师命，严守三戒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起来吧。长兴啊，弟子在。你入门最早，根基也算扎实。自今日起，便由你来教导清玄引气之法。清玄师弟，有劳大师兄。敬明。你心细耐性，字也写得端正，清玄识文断字，熟悉经文之事，便交给你了。清玄师弟，日后若有文字上的疑难，可随时来问我。多谢师姐。好了，各自去吧。清玄，今日便先随你大师兄和二师姐熟悉。清玄师弟，我是你四师姐。你当真做过假和尚吗？我是你三师兄，以后便是一家人了。师弟，既入了门，就好好修行。师父他老人家看着随和，功课上可从不含糊。修道炼气，莫非真有改善基因、美容养颜的功效？清玄师弟，你刚入门，今日便不用随他们去了。我先教你入门引气之法，听大师兄安排。此乃炼气根本之法，须先熟知人体经脉穴位，明了气血流转之境，方能尝试感应天地间游离之灵气，导引其入体。这玩意儿比线性代数，比编程逻辑，甚至比微分几何还要抽象晦涩。气感出生时，丹田微暖，如以形皮肉之间。师父这次还真是捡宝了。内饰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挺贴心的，直接给数据化列成条目了。怎么出来了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阻碍？气感寻不着，还是经脉有滞塞？大师兄，方才入定后，我依照师兄所言尝试内视，可是这内视所见景象，不知该是何等模样。内视之初，
所见无非自身经络图像，乃是以心神观想勾勒而成。何处为丹田，何处为经脉节点？气感游总时，心神所住之处，当有微光或暖流示意。师弟，你也莫要多虑，初次内视，模糊不清乃是常事。你能如此快入定，已是万中无一的良才。切记戒骄戒躁，稳固心境才是根本。不是幻觉。又增加了一点，这道行点数或许会随着他入定吸取灵气而缓慢增加，而消耗这些点数可以直接提升境界。这是金手指穿越者标配，虽迟但到。这 buff 还是派上了用场。果然，地球母亲不会放弃每一个在外出差的游子。道行已满，这或许便是当前阶段的积累极限，或者说是这金手指单次蓄能的容量。秋玄师弟，你可真能做！从晌午到现在，足足5个时辰，一动也不动。何止是能做，寻常弟子初次入定，能坚持1盏茶功夫已是难得，一炷香便是天赋异禀。师弟你5个时辰纹丝不动，呼吸几近于无，这哪里是天赋异禀，简直是百年一遇的奇才。不就是入定吗？那不跟按 F 键上车一样简单？师弟无需过谦，初入定便能如此深如此久，且周身气数隐有浑然天成之感，毫无初学者的滞摄虚浮。此等心境资质，却是命理玄奇。对，命理玄奇。师兄师姐过誉了。师弟不过是……二师姐，您方才说我命理玄奇，这话却是从何说起？我随师父学过些望气相面之术，从你面相12宫气色流转来看，本应是福薄缘浅之人，眉宇中隐有黑气缠绕，主早年孤苦，运势迁色，且有短促横腰之象。然而古怪之处在于，此等凶相之下，却有一线隐晦仔细潜藏，似枯木逢春，绝处逢生。更兼如今你神完气足，眸光清正，那预示凶招的气色已淡去大半，反倒透出几分难以测夺的变数。此等矛盾纠结，否极泰来之象，相面之事，玄之又玄。清玄师弟初次修行便有如此进程，乃是我清风观之福。天色已晚，起身用膳吧。这是后山摘的野果，勉强算是灵果吧，经常食用也能滋养气血。你刚入门，正好补补。好吃，多谢诸位师兄师姐。修行之人不通文墨，便难解经义，更易滋生心魔。坐，我先教你执笔认字。本朝通行文字，你须得从头学起。这个雨字为何中间这一横要写的这般长？此字取巫语之形，文字之形往往取向万物，暗合道理。写字时知其所以然，方能形神兼备。是后山的狸猫，有时会来讨食，不必理会。我们继续。写字需心静，手稳，气匀，杂念一起，笔锋变乱，亥时末了。今日便到此吧。你学得很快，记性也好，许多字教一遍便能记住写法，解其意时也常有独到见解。往后早膳过后你可常来，那时天光正好，时间也充裕。师姐辛苦。青石师兄终于想起我没被子了，
自己，是静明世界。前世加班猝死都没人发现，到了这儿，反而……这可比青红的那颗带劲，有一股凉气直往骨头缝了一钻。下午退出的时候还是5，这几个时辰自己长了1点，还是那颗青红灵果的功劳，到上限了。行，不犹豫，全点境界，趁着热乎劲儿一起炼化了。2颗小果，能长2点就不亏，不早了，往上去。来了。境界突破了，未入道变成了引气入体，下一个境界需要1万点。一夜没睡，精神的跟嗑了药似的。清玄师弟，你起这么早，昨夜睡得好不好？有没有冻着？多谢师姐挂念，睡得比我在家还踏实。那床被子替我谢谢静明师姐。不必谢我，棉被你用得上就好。今日仍是诵清净经。我昨夜所学一印证，人能长傲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这经文昨晚预习过，就是不一样。师姐牛逼！师兄师姐，师弟实在懵懂，这修行之路到底是怎么个分法？从低到高，一步一步都是什么？引气入体之后就是构道筑基，盖房子打地基懂吧？地基越牢，以后越厉害。筑道基凝灵气，重水磨，急不得也懒不得，信心不到，境界难成。那这之后呢？筑基之上，清玄师弟既问，我细说。大体4大境对应俗世话本里常说的炼气筑基、金丹元婴。元婴之后呢？没了。元婴之境，元神显化，宛若再造。师弟，切莫好高骛远，脚下每一步都踏实了。那师傅他老人家如今在哪个境界？师傅天纵之姿，又修2甲在，道基大成，只待机缘便可凝钢入丹。2甲在120年，还是个筑基大圆满。我穿的是个什么地狱难度修仙副本？我修行已50余载，如今也才初炼气后期，尚不知此生有无筑基之望。大师兄，冒昧问一句，您今年高寿？虚度光阴，80有6了。86，这驻颜功法我要学，现在立刻！你二师姐天资卓绝，心性远超同辈，入门不过20载，便已摸到筑基门槛，是我清风关100年来第一人。我入门最晚，12年前被大师兄从山外捡回来，资质愚钝，直到去年才感应气息。刚入境，还在炼气初期摸索。大师兄86炼气后期，二师姐20年筑基门槛已是100年一遇的天才。我一夜入道，5、6个时辰从灵道引气入体，靠的不是天才，是卦。这个金手指必须烂在自己肚子里，谁都别说。修行之事，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。清玄师弟，你已入道了吧？方才为何不说？是怕青石师弟听了心生不忿。他若连这消息都听不得，不如早些下山。师姐此言差矣，你我终究不过是浊骨凡胎。青石师兄为人敦厚勤恳，也许不会做此想，但纵使这般想了，也不过人之常情。你能如此想，便再好不过了。多少人见旁人进境神速，自己却原地踏步，便自暴自弃，心魔共生。你当引以为戒。焦虑、自暴自弃，都是上辈子当牛马时玩剩下的情绪，崩是不可能崩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崩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我看得很开，便是此生寿不过100也无妨。看得开便好，继续习字吧。今日将这篇注解完。果然，随着境界突破，每日打坐所能积累的道行点上限也提升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即便只依靠自身苦修，每天也可得10点，1万点大约需要2年7个月多些，不到3年便能筑基。按早间师兄师姐们的说法，恐怕已经不能用天赋异禀所能形容了，而是用牛批呀！
兴许只是寻常天灾。祖师在上，弟子沈回初来乍到，弟子无甚宏图大志，就求个平安顺累，能逍遥自在最好。要是各位祖师爷心情好，手指缝里再露点譬如说走路捡个仙家法宝，修为能进境一日千里，那便更好了。香火贡品暂时没有，往后一定补上，莫怪莫怪。师姐，师兄，你们这是？清玄师弟，我和我师兄在照看这些运灵草呢，可惜长得都不太好。这些是师傅从万春谷求来的运灵草，虽算不得珍贵，但若能成活，于修行颇有裨益。只是它们有些娇贵，我与师妹正在琢磨，为何这几株总是病恹恹的？是缺水，还是晒多了，或者土不对？周遭环境都是按典籍所言，按理说最是合适。也许是这几株草苗本身资质太差，又或者……我可是每天都跟他们说好话呢。师兄，这书可否借我一贯？这本《百草出录》乃师父早年游历所得，对侍弄这些草木颇有帮助，师弟但看无妨。多谢师兄。这金手指还能这么用，不仅可以加点提升境界，还能直接学会知识。陶盆将地气隔绝在外，时日一久，土中灵润之气必然会被消耗殆尽。师弟所言不失为一解，可这书中亦云，灵草出植，须得盆钵细心养护。盆钵养护确为稳妥之法，但此时盆中润处，灵性已衰。那依师弟之见，该当如何？可将这陶盆底部小心敲裂数处，使盆土能勾连下方地气。敲碎陶盆，或移在温泉源头，这两法颇有巧思。可若是不成，会不会……哎呀，师兄，他都这般模样了，试试又有何妨？总好过在盆里干等着枯死吧。话虽如此，可师傅他老人家当初嘱托我们仔细照看，稳妥起见，或可先取一孱弱植株，用于试验。好吧，既如此，我们即刻动身。清玄师弟，可要一同去后山温泉边看看？好，我正想出去走走。到了，便是此处。此处源头在潭底一处石缝之中，水中灵气倒是比寻常地方要浓郁些。不知那一束野栀子熟了没有？修行不易，切莫自误。师兄，方才那是妖怪。哼，看起来不过是一头刚摸到点修行边的大猫，真敢扑将前来，我一剑就能给他捅个对穿。捅个对穿怕是有点悬，那剑显然不够长。看三师兄轻描淡写就将其喝退的架势，想必自己的同门在应对这类稍有道行战中生生时，却有一定把握。我去瞧瞧那束野柿子熟了没，去就回。由他去吧，这附近他熟，我们抓紧将草种下。好了，接下来须得稍作布置，遮掩一番，免得被山中鸟兽当成零嘴给啄了去。师弟若觉无聊，可在附近随意走走，只是莫要走远。或者这温泉水质特殊，泡上一泡，与舒缓筋骨也有些好处。泡温泉？舒服，不过这感觉好像和大澡堂子也没太大区别。区别还是有的，至少这里头没人撒尿。差点忘了，万一硫磺超标呢？照这个势头，在这里泡上几个时辰，或许真能额外凝聚出一点道行点数。石缝、源头，该不会藏着什么天才地宝吧？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
反正坛子不大，绕着游一圈总能找到。要完了！根茎素敛，其性自刚，宁负无间，锐意难当。四师姐，你怎么这副模样啊？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嗨，说什么救命之恩？你可是我的小师弟呀！师姐，你方才用的是什么法术？那剑上的白光好生厉害。算你识货，那个啊叫剑煞，是小五行法里头的进金剑煞，厉害吧？进金剑煞，你可别小看这门法术，练到高深处，切金断玉只是寻常，斩妖杀鬼也不过等闲。不过我这般厉害的，得下苦功，还得看有没有那份悟性。莫要自夸，我哪有？既已殒命，便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师妹，师父教你此法，是让你护道持身，非是炫耀之词。我只是看师弟好奇，才没忍住说了2句大话。喏，尝尝，刚摘的，可甜了。111点，其中100点是这10日打坐所得，另有6点是那日剩下的6枚灵果。至于那最后5点，则是1点1滴从每日的空余时间里积攒出来的。照这个速度，1年出头应该就能尝试习练法术。修行为本，术法为用。不错，看起来更帅了。从穿越之初，在破庙里啃生红薯，到现在于深山道观中有了自己的屋子、自己的功课，还有了算是家人吧。小师弟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小师弟，你莫不是已经入道了？这么快？倒也算不得快。我听说二师姐当初只用了5日便已入道。师弟这几日闭门不出，修为精进，难道不应是理所应当的事吗？真是厉害！我当初可是花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……好小子，果然是个修炼奇才。师傅这次果真是捡到宝了。怎么小师弟碗里有肉泥？那是四师姐特意加的，说小师弟刚入山门，瘦得跟竹竿似的。就你多嘴！清玄留下，浊气尽去，清气渐生，看来确已入道了。弟子侥幸。既然入了道，便可开始习练术法了。你想学什么？飞剑之术乃是我清风观看家本领，你现在还够不着。小五行法，你别瞧它名字里带个小字，可若修到高深处，那也是能演出些大神通的。斗起法来威力绝伦，厉害非常。师父，不知您老可有何建议？若想学那小五行法中的减金剑煞，便需配上仗剑之术。若学其他4行术法，则可不学仗剑，但需学一门身法傍身，免得日后与人斗法时进退失志，力有不战。师父，弟子想先看看那小五行法，瞧瞧哪门适合自己。随我来吧，这是小五行法的抄本，你且拿去看看。若有不明之处，可来问我，也可问你几位师兄师姐。多谢师父传法。去吧，记住一步一个脚印。是。修为越高，登得便越高；道行愈深，脚印便愈深。控火，看来我与火星有缘。
世间火分2种，一曰凡火，二曰性火。此术不炼外丹黄白，专修性火。性火，所谓性火，即一瓶7情6欲为柴，食神为引，点燃命门真火。100点，看来学习不同典籍所需道行点数也不尽相同。百草出路只需10点，这控火篇却要100。确定，这控火篇与我预想的完全不同，它并非一套按部就班的固定法诀，而更像是一套关于火的根本把理。虽然没能点燃火焰，但自己离入门已然不远。只是这一步，或许需要更深的积累，更多的感悟。我修的控火之法，走的是文武之火的路子。武火猛而烈，用以攻法；温火温而长，用以炼养。两者相济，方成其用。师弟所感的心火，与我的路子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走的是阴火阳水、水火相济的路子。阴火者，非肉眼可见，乃真阴所化；阳水者，非江河之水，乃真阳所凝。两者相激，方成变化。你的路子与我不同，多说也是无益。你问他们，自然是问不出什么的。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个人有个人的修行，他们走的路却未必适合你。弟子明白，只是弟子不知自己的路在哪里。你基于练火法，可知道什么是火？粗从受生的曰性，性寓于气，气蕴于火。那是道书上的火，而非你心里的火。我心里的火。你且去灶房帮几日忙吧，每天烧火做饭，看着那些新柴如何点燃，如何燃烧，如何熄灭，看明白了，或许就明白了。弟子遵命。师弟怎么来了？饿了，晚饭还没好呢。武师兄，我想念火法，师傅让我来灶房帮忙烧火，说看明白了柴火怎么烧，或许就明白了。你看能不能让我长几天灶？这有求不求的，随时来便是。不过烧火这事儿看着简单，什么时候添柴，什么时候撤火，火大火小怎么控制都有讲究。来，先看我生火，你仔细瞧。师弟，你看这烧火第一桩事儿，不在点火，而在架柴。柴与柴之间要留缝隙，火舌才能舔得着。引火也有讲究，先用这软草，再添细枝。你要是上来就往里塞大柴，火根本点不着。我资质愚钝，可烧火做饭这事儿，我倒是也琢磨出了一些门道。这灶堂里的火是人间烟火，师兄师姐哪天辟谷了，这灶房怕是……师兄，这人间烟火，在我看来也挺好的。行了，你坐着慢慢琢磨吧，我先去淘米。吴师兄刚才的话一句一句在我心里翻腾，烧出不同的火，要顺着它，不能硬来，不是要强行造出一团火，而是要找到自己心中那一点本就存在却一直被忽略的火种。沈回，沈回在家吗？录取通知书。好，看看，俺孙子考上大学了，重本儿。凭什么算了？他们凭什么欺负人？凭什么算了？算了，别惹事儿。几棵树砍就砍了，又不是只有柏木才能做官僚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没事，你安心读书。你爷爷走前还念叨你呢，说你出息了，每个月都可以给家里寄钱。可是爷爷，走得放心。既然你在走之前还能给村里人念叨，为什么就不告诉自己的孙儿一声？你难道就不想看看孙儿吗？还是说你又怕孙儿所请假耽搁学习？你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这是我们团队一起努力的成果。我主要……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，可正是这些很小很小的事，我觉得活着还不错。谓之活者，气之神也，天地之眼，造化之权。心念动处，便是活起。师弟，你怎么哭了？一不小心被烟熏了眼睛。还要多谢师兄指点迷津。这算什么指点？我就是教你烧个火罢。哎呀，糊了！这，哎呀，可惜了一锅好米。怪我，光顾着自己，却忘了锅里还有东西。没事，只是味道苦了点，今天就凑合吃吧。吴师兄，我来炒个菜吧。你会做饭？可以啊，师弟，这东西能吃？这是冬菇，能吃。你没吃过？不知是否有毒，所以从未吃过。那肉是四师姐特意给你一个人补身子的，你全切了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不添柴也能烧。师兄忘了，我修的是火行之法。好香啊！小师弟还会做饭？会一点。闻起来不错，看起来也不错。这蘑菇鲜嫩多汁，火候正好。还有菜，一些蘑菇和野菜。吴师兄掌灶，我给打了会儿下手，
菜都是小师弟炒的，我就烧了烧火。哦，不对，火也是他自己烧的。按规矩，新入门的弟子要随师傅下山办事行走，最迟明年开春，怕是就得轮到你了。下山做什么？可是要斩妖除魔？无需担心，只是帮忙做些杂事，背箱子。不说这些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修行之人当清心寡欲，一味贪恋口舌之欲，与俗世之人何异？二师姐说的是，修行自然要清心寡欲。这吃饭睡觉既是人之本性，又是天理伦常，何必强去压抑？行为心意，物类其神，耽于位者，离道日远。师姐可知这茶从何来？山泉所煮，野茶所沏。泉从何来？后山石系释出。那为何不取渠中浑水，偏要取这崖上清泉？取水泥浊，不堪饮用。凡事过犹不及。不过这其中关键不在于物，而在于心。师姐若欲真饕餮，大腹平平食不知味，自当呵斥。可我等不过求菜蔬适口，羹汤得宜，何必以俗字讥之？如何？火候正好。清心寡欲，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你这个小师弟，倒有几分意思。稳妥起见，还须得将他料理干净，以防横生事端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罢了罢了，就这样躺着等死吧。只可惜那心灯之法，刚学会就要带着一起躺棺材，只可惜。真是连死都不得安舒。黎明洞照，火斧神功，飞焰烁电，杀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赤气翻风，忘形绝念，猛鬼出笼，火起！没有窟窿，也没有血。浑身酸得像被人揍了一整夜。两界真火，小城，不是蘑菇中毒后看见的幻觉，那小鬼不是毒素催出来的小人儿。可要是真的，胸口的窟窿呢？满地的血呢？一觉醒来全没了。还在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操！师姐找我可是有事？今日早课你缺席了，师父让我来看看你醒了没有。天都大亮了，哪还是人事？我睡过头了。昨晚的事你还记得多少？真真假假，分不太清，也记不太清了。昨晚吃的那些蘑菇有毒，那蘑菇能乱人心事。我回房之后，瞧见一只狸猫坐在岸上开口说话，立刻便知道不对，当即就去找了师傅。然后呢？然后师傅带着我用符酒将弟子一个个解救出来。还好不是大粪。最先找到的是静慧，他用泥巴糊在自己脸上，正对着铜镜梳妆打扮。然后是大师兄，他用他那柄剑离地。三师弟坐在屋里，对着一叠草纸，说是他的功法秘籍。那五师兄呢？五师弟倒是省事，
他睡得很死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师傅说他八成是在梦里不愿醒来。最后找到的是你，你的癔症最重。我们找到你时，你正躺在灶房地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师傅给你喝了符酒，然后你念了几句口诀，放了一把火。完了。除了胡子、眉毛、头发也被烧了不少，其他倒是没什么。那师傅他老人家没生气吧？师傅说让你醒了之后去见他。师傅今早起来照镜子，照了许久，早课也没上，一直待在房里。待着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只是偶尔能听见里面传来磨刀的声音。呜呼哀哉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你自己小心。很厉害的。骂我两句还好，什么都不说才叫吓人。这张脸，我真是造了孽。弟子清玄给师父请安。1块、2块、3块、20块，起来吧。别说话。醒了，醒了。身子可有不适？回师父，无有不适，一切都好。你那火是怎么炼的？弟子昨日在灶房洗碗，不知怎的，老夫活了100多岁，还是头一回见人不知怎的就能练出如此厉害的火法。哎，罢了，机缘这种事儿强求不来，就是这胡子眉毛，老夫还是头一回搞得如此狼狈。弟子知错，还请师父责罚。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能让老夫的胡子长回来吗？幸亏老夫的伏木之术还算精通，只消几日便可重新长回来。你好好修炼，明年开春随我下山，为师托人给你制一身德罗，再购一双云履。这老头，弟子多谢师父。行了，去吧。对了，晚膳记得做顿好吃的，老夫倒要尝尝你的手艺是不是有他们说的那么好。弟子遵命。师父不乏还许了一身行头，这要再摸鱼，都对不得起自己。乖，咱俩以后就这么和平共处，别搞背刺。今天长了30几点，照这个速度，满打满算不到1年，还行，比预期快。小师弟来了，身子好些了没？昨晚可把大伙急坏了。好着呢，师兄，师父让我今晚掌灶，不过得先劳烦您陪我走一趟后山，寻些野菜野味。又要去后山？哟，去哪儿？后山寻些野菜，给今晚添几个菜。小师弟不怕再撞见什么成了精的东西啦？有师姐在呢，我怕什么？这话我爱听。走，我同你们一道去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这个是野葱，能调味。这个是地笋，洗干净切片炒，脆生生的。记下了。记下了。运气不错，今晚有肉吃了。师姐，你腰上那个……哦，这个啊，刚才抓兔子的时候，这东藏在草丛里，我伸手进去，它张嘴就要咬我，所以我便给了它一拳。一拳？我师姐是浩克转世吗？师姐，你杀它作甚？它又没咬着你。哼，没咬着我是我躲得快，长这么大，说不定就沾了山中灵气。才沾染一点灵气就敢咬人，再过几年岂不是要下山食人？现在杀了，省得祸害一方。喏，拿着，够不够？够了，一只就够。四师姐，当日那虎妖，为何你出剑时不一剑斩了？修行人的规矩，妖不害人，便自有3分羞耻。那虎妖既然已被杀了，为何不把它带回观里？我且问你，吃开了灵智的生灵跟吃人有什么两样？所以不是因为害怕，是为了避免伦理认知的滑坡。这个道观有点东西。从野鸡窝里摸的，攒了小半篮，必须来个蛋花汤，完美。这味儿，小师弟，你以前干过厨子？算是吧，前世加班泡面的那种厨子。
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再不好我肚子要叫了。好了，四师姐帮忙端一下。这眉毛救不回来了，胡子倒长得挺快啊。站着干什么？坐下。是，师傅。听说你昨日与静明论道，说这人间烟火也是一味大药。完犊子，昨天师姐被我忽悠的破了戒，这笔账师傅记着呢。弟子只是随口说说。随口说说，老夫倒觉得你说的颇有道理。这反转了。自今日起，老夫不辟谷了。三师兄，我想借几本书看看。你那儿可有什么地理风物、民俗布施之杂书？我那儿有道授经卷若干，若想看书，可来寻我。多谢二师姐好意，只是那些道藏太过深奥，看了也是暴殄天物，实在不敢糟蹋。那你看那些杂书有何用处？岂非虚掷光阴？随你。师弟，待会儿来挑书。进来，随意挑，看中哪本拿走便是。内容前言不搭后尾，像是听人讲了半截就记下来的，缺信息量。挑好了，都是正经书啊，不看点有趣的。下次一定，我迟早将师兄这儿的书全看一遍。师兄还写集子？写。诗词歌赋、奇闻异事，但凡有意思的我都记。等记满了，说不定也能刊印成书，传于后世。师兄，其实这诗不止2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东寺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玉碎平生志，五经琴向窗前读。妙，真是妙！尤其是千钟寺、黄金屋、颜如玉，一句比一句妙。再做下去就是事倍功半，收工。比油灯好使多了，还不用添油。搓大火球没什么必要，最顺手的用法是控火篇上那句话说的对：凡火有形，真火无形，有形者易避，无形者难防。灵州，我现在在灵州，往北是曼州，往东是沧州，往南陈州、青州，还有大海。这方世界的九州，比我前世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大。不急，该来的总会来。先看世界，再看仙山。3个月1/10，慢是慢了点儿，但稳。照这个速度，再熬2年半，还行，比读博快。寻常控火已经练熟，今天试试精准度和破坏力的极限。下一个，燃。穿透加内部爆破，对付硬壳类的精怪，这招比硬砸管用。黎明洞照，火斧神功，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赤气翻风，忘形绝念，猛鬼出笼。火法到此够用了，火法已通。小五行法里还剩浮木、玉水、化土、瑞金，当初挨个试过，除了火法，就是浮木最有感觉，先捡容易的入手。还有那温泉，现在有了些微末道行，可以自己去后山泡了。在里头修炼，日积月累能快不少。火是烧，水是冲，土是压，金是切，木是什么？明天去后山试试。温泉边上草木茂盛，应该比院子里好使。师傅的脸在恢复，
这速度不快，但3个月就长出眉毛，再过几年说不定能恢复大半。师傅，弟子明日想去后山州温泉，可否不做早课？那谭边，是，去吧。你那火法在这山间行走已是够用，自保无虞。我跟三师兄今天刚从那儿回来。师姐去做什么了？那株运灵草自打移栽到温泉边，长势喜人。今儿下午我们便把剩下的几株也全移过去了，顺便换了些新土，都活了。活了。那潭边的地势温润，确实比盆里强得多。小师弟，明天我陪你去吧。温泉后头那儿有只灵猫下了一窝崽，明天正好去看看。要是能逮一只回来养着我。不许去，一天到晚不修炼。师傅，不准。师姐，不是我不带你，师傅的规矩我真不敢再碰。下次给你留块好肉。延年益寿，谁不想多活几年？可这帛书越往下看越不对劲，催发生机，滋养自身，延年益寿，引动气流，呼风之术影响外界，行雷法，杀伐手段，这是3种方向，还是3个递进层次？若真能3者兼得，这浮木之术的价值比我想的大太多了。春风是春风，内压是内压，跟我有半文钱关系。行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老天不赏饭，我自己端碗。是。驻颜延寿，呼风唤雨，驱雷掣电，这是辅助法术，这他妈是给我开了个新职业天赋树啊！果然，入门100，小成1000，大成1万。这卦好用是好用，就是费肝，10步之内清风自来，暂时只能吹吹树叶，翻翻书角。等小成了100步之内落叶纷飞，等大成了行云布雨，驱雷掣电，烽火配合，狂风卷烈焰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竹海不现实。有卦真好，上辈子见过的雪，城里的雪落下来就化了，化成一地黑泥，偶尔积起来的也被车碾人踩，脏兮兮的。从来不知道雪可以这么干净，干净的像一个梦，好暖，像有人用温热的手掌轻轻摸了一下。山醒了，别动，别呼吸，痒，它是汁，很香，淡淡的油脂味，像上辈子吃过的那种贵的要米的进口松子，但比那个香10倍。多谢阁下的松子。足够了，大多都是寻常飞禽走兽，偶尔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灵气变动，很淡，还没开智，算不得药。这山里的生态挺完整，1、2、3、13株，记得我明明移植了14株，可能是山里的什么小兽挪走了，也可能移植的时候就没数清楚。不管了，回头再寻几株补上。舒坦。不好意思全拿，就揣了俩，正好温泉蛋当早饭。那时候馋的，天天巴望着自己倒霉生病，那样就能吃上一个画符的烧鸡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到底有没有用，谁又说得清呢？反正村里人吃了都说好。没有盐，没有调料，就是最纯粹的蛋味，比什么都好吃。10个点，往常3、4个时辰才采这个树。这潭水里的灵气果然浓得多，一天11点，1年下来多出1个多月的量。蚊子腿也是肉。
明日再来。那是人，可这深山老林的，怎么会有人？去看看，万一真是有人遇险，不救，以后打坐怕也静不下心。老张，老张莫怕，我不是歹人。多谢道爷。老张别这么叫，我只是个刚入门3个月的道士，当不起道爷2字。老张是哪村的？道爷，山脚下李家庄的。李家庄的，走这么远来打柴？懂了，大说规矩，平民不得随意伐木，轻则打板子罚银。老张不必担心，您捡的都是些枯枝。道爷，老汉不是存心要犯王法的。我知道，可为何不到近处的名山去看？几个月前，山里头突然来了一只老虎，那畜生凶得很。官府组织人去打，赶是赶跑了，可谁知道又冒出一头恶狼。官府没管。哎，管了。县太爷派了几个衙役带着刀枪去的，结果那畜生扭头往山里一钻，愣是连根毛都没逮着。小道爷，我实在是没法子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柴火烧完了，不捡就得冻死。我知道清风观的规矩，不该上这儿来。老范不必担心，这大雪天的，谁还上山巡查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回观里。老尚自己小心些，往后打柴别走太深，就在山脚捡捡便罢。道爷大恩大德，老汉记下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你又是如何想的？弟子既然知道了，便不能无动于衷，否则午后打坐练气时，心里头怕是难得安宁。那孽畜已经把人逼得没了活路，弟子想下山，除了那妖。入门才3个多月，就敢揽这活计，弟子怕有更多人命丧他口。这种畜生最是难缠，若是成了气候反倒好办，这半成不成的时候最难拿捏，你自己觉得呢？弟子没和这种东西交过手，说不准。行，那你就去试试。师傅答应了，你自己揽的活自己去做。老夫只问你一句，那猫儿镇在哪个方向你可晓得？连路都不认得，就敢说要下山除妖？明日让静明陪你走一趟，他认得路，也见过些世面，有他看着，出不了大岔子。多谢师傅。有劳师姐。你可知晓什么追妖王锁鬼的法术？不知。那你要如何降妖？我打算先去李家庄问上一问，问明白了，再去那地方走一趟。然后呢？以身作饵。我会忘气之术。那便更加稳妥了。师姐牛批。道长，是清风观的道长。道啊，就在岭上，那触手霸着那条道，谁走谁就遭殃。猫儿岭就是那儿了。穿着死人衣裳真他娘的不舒服，可穿上就像人了。人是2条腿，我也是2条腿了。那时候不知道这叫修炼，就知道趴在这儿舒服，一趴1宿，一趴几10年，脑子越来越清楚，腿也没那么疼了。他们好像没那么厉害。
等我好珠子不好吃。老虎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叫不是狼，是妖。搜！给我仔细搜！这帮人真有意思，敲锣打鼓的来，恨不得告诉全山快跑。我又不是聋子。那头狼肯定就在这一片，大家伙留神，别落了单。打死一个来2个，打死2个来4个，怎么也打不完。可我有的是时间，等他们老死了，我再下山刨他们的坟，吃他们的肉。这人让我有点不自在，可那肉它一定很好吃，我一定要吃了它。蠢货！这眼神像是在看一块石头，一根枯枝，一片烂叶子。生一样随风。我甚至没看清他怎么出的手。不去李家庄告诉村民们一声，狼妖已除。不必了，他们见你我2人迟迟未归，明日自会上山来看。届时见了那狼尸，便什么都知道了。那他们岂不是无法向你致谢？我除妖不为虚名。你的活法很厉害，与我的相比，威力要强上不少。你练的是阴火之法，诡谲有余，灵力不足。那三师弟的文武之火呢？外道之法，与我相久，变化不够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皆不如你？阴火者，性寒而幽，最善偷袭困敌，扰人心神。重者往往至死不绝，是也不是？没错。再说那文武之火，文禅武炼，二者相继。我们3人所修所悟之法，皆出自小五行法，其他4行暂且不论。至少在火行这一条道上，你2人皆不如我。这并非我狂妄自大，而是法门这东西，看一眼根脚，便知道能长多高。
这些话，你平日里也会说？平时不会。此刻你看见的沈回，七情六欲已被心灯焚尽，不知遮掩，不会拐弯。术法一正？没错。什么意思？有人遇喜则笑，有人遇喜不形于色。人由血肉魂魄构成，可人人都有血肉魂魄，却为何人人不同？因为七情六欲将血肉魂魄塑造成了不同模样。若你用此术，亦与我无异。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我。走吧，天黑之前回关。导航，原来如此。杀一头狼妖抵得上1个月苦功，若是杀一群，可惜附近怕是不多了。须得先学一门寻妖之法。里头有卷帛书，自己寻去。师父，弟子告退。那狼妖你杀的？是。一曰观人气，二曰观地气。欲练此术，需先入定之境，视神成册，将神神汇聚于天目穴。试试看。竟然就这么入门了，看看能不能望见别的什么。妈的，这滋味简直跟晕车一样。这望气术看着容易，轻易那小子抱着这卷帛书熬了7、8夜，愣是连门都没摸着。你这才看了1夜，不成也是常事。师父，弟子已将望气术入门了。知道了，你且先回去，等过些时日，为师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弟子说，弟子的望气术已入门了。你是说，你昨天才拿回去？今日一早就入门了？是。1夜？1夜。可曾试过？试过，只是看久了有些头晕，扶着创业缓了好一阵才缓过来。了不得！行了，为师知道了，出去吧，为师还要修炼。每日3个时辰打坐，剩下的时间练法，烽火之术越来越顺了。心念一动便能凝成弦，散成网。望气术也得练，每日只看几眼，撑得比之前久了。
二师姐，书还你。看完了？没看完，只看了其中讲术法的，讲玄理的没看。放着正经的不看，专看那些打打杀杀的。日后若是与人论道，人家问你《青阳真经》第7卷讲什么，你该如何作答？那师弟便说，在下不解经义，但粗通活法。师弟告退。大师兄剑法沉稳厚重，四师姐身手灵活敏捷。真正的切磋不是大战300回合，而是比掐诀念咒的快慢，催发灵气的巧拙。吴师弟，来试试。不了，我再看看。你光看可学不会。看着看着就会了。师弟，今日讲什么？讲个丑小鸭的故事吧。妙，师弟请讲。从前有只小鸭子，因为长得丑，被兄弟姐妹嫌弃。妙啊，这哪里是鸭子，分明是一只妖物修行变化之术。先以丑态示人，待功法大成，便褪去旧貌，化形飞天。师弟，可还有后续？你特娘还真是个人才，我怎么不知道丑小鸭竟然是个打脸爽文？这浮木之术真的是催生之术。不过除了头发，身体也确实比从前清健了许多。2、3个月后就要和师傅下山了。下山行走既是历练，这点修为想在几个月内破境，纯属痴心妄想。但要是在下山前把小五行法进行学会，也算多了几分手段。还是老老实实深蓝加点吧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学习小玉水篇入门？是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学习瑞金篇入门？是。是否消耗100道行点数学习画土篇入门？是。入门便能这样，那要是全练到高深处，那还得了？五行俱全，虽有4门都只是入门，但筑基之下，能胜过我的怕是已经不多。这法子好，不用吐气，不用蓄力，随手便能施展。与人近身相搏时，抬手一划，便能断人兵刃，伤人要害。这一招若是用在斗法中，趁对手揉眼的功夫，自己便能抢得先机。这些入门法术想要提升到小成，每门都需要1000点。1000点，单靠每日打坐攒的那10点，想凑齐3000点，得小1年，还是得等筑基之后再说。那时候每日积累的点数上限想必更高，攒起来也快些。这东西阴差阳错之下，竟让祸法1跃小成。若是再吃上一次，
一次就够了。那种半死不活的感觉，我可不想再尝第二回。这儿最大的药铺在何处？直走，见路口往东拐，仁和药铺便是。出去！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？哎呀，原来是贵客能门，这狗日的有眼无珠，二位快请进。你们可知这附近山中哪里有桃花杖？桃花杖？您说的是瘴气啊？去年有个采药的闻了瘴气，回家昏迷不醒，还是清风观的道爷来才捡回一条命。就是他，这是做甚？不晓得，什么也不晓得。那地方在七路山和清平山夹着的谷里头，我也是不小心走岔了道才撞见的，回家就晕了。关山，七路山中有座清风观，在官府挂了名，那座山被划为关山，寻常不得擅入。带我们去一趟，这个便是你的，这是定钱，另外半截事成之后再给。给我寻10个壮实汉子，4个抬杆，6个开路，明早出发。大爷放心，包在小的身上。就在那边。徒儿，你我师徒此次不远万里，共寻了几种瘴气，几种煞气。回师傅，4种瘴气，1种煞气。你的小心，为师都看在眼里。待会儿便将这番子的炼制之法传授于你。你可知人死之前最后一口气被称作什么？回师傅，是阳气。没错，咱们这一脉需收集阳气洗炼阴魂，再辅以煞气与毒罩炼成法宝。每逢季初，阴风一吹，便能销魂蚀骨。记番吧。徒儿啊，你可不能像你师兄一样，知道炼制之法就跑得没影了。师父，弟子发誓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师父，那这炼制之法，自然是要传给你的。这番子每逢百魂，就需一道主魂导引，最好是阴魂或猛鬼。若没有，也可用修士魂魄。弟子明白了。这趟收了这10几道，算起来还差一道主魂。师父，您说什么？师父，徒儿跟着您跑了这么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是啊，所以为师才把番子的炼制之法告诉你。你听完了，往后便是到了那头，也知道自己怎么来的。乖孩儿，去将周遭虎豹杀尽，回来替我护法，莫要贪玩。徒儿，你跟着为师学艺9年，根基扎实，魂魄凝练，便成全为师这一回吧。再等几日春分便至，那时便要随师傅下山了。
方才那一击若是没挡住，此刻我怕是已经横尸山道。今日你便是姓裘，怕也难逃一死。山海记忆有载，瀛洲有兽，名曰白头锹，面如敷粉，身如墨染，尾长过身，柔韧如蛇。这东西怎会在此？而且断尾不死，寻主复生。多谢小友出手相助。这些是贫道玄阴散人游方至此，听闻这山中有一妖物作祟，专害山间采药人，便带了徒儿和几个雇来的脚夫。谁知那妖孽厉害非常，竟将我那徒儿。我徒儿昨日还给我端茶倒水，谁成想今日便……还有那些脚夫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只想赚养家糊口，谁想竟把命丢在了这深山老林上。是什么药？一条修炼多年的飞蛇，能驱瘴杀人。前辈，你这降魔幡怎的直冒黑气？哼，那妖物凶悍，待我炼化一阵，便可无虞。小友年纪轻轻，便有一身好本领。方才那道白气洞穿金石，干净利落，当真是后生可畏。却不知是哪座仙山的高徒。晚辈师从青峥山青阳真人。真人？金丹真人？金丹真人青城山，若所言非虚，那还真是挨不得碰不得，除非做干净些。师傅，小畜生，竟敢坏我大事！去！哎呀，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击杀老夫！击杀老夫！
从望见那些白骨起，我便以望气术看了那老者一眼。对方头顶黑红之气层层叠叠，好似一团陈年血沼，浓郁而又纯粹。以这老头根正苗黑的气象，恐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，就没干过好事。原本打算暂时退去，回关摇人，奈何那老者非要请我护法，没办法，便只好动手了。难道杀人才能获取点数？不过灵气在自行恢复，照这个势头，等回到关中约莫能恢复3、4成。打坐调息一晚，明日便能恢复如初。把你揣在身上，总觉得不太安稳。如今火法已然小成，其余4行虽都只是入门，但应付寻常妖狐已是有余。可手段虽然够用，修为却着实有些低了。炼气境若分为前、中、后3个小境界，如今3361点，已堪堪跨过炼气前期，步入中期了。3师兄和4师姐也才是炼气中期，不可较劲。师姐，道家有师姐之说，即得道之人遗弃肉体而仙去。可这轮盘叫师姐轮盘，难道是可以助人成仙？倒真像是抽奖的。道图，师父说，道图乃是一个修士的根本，是日后筑基结丹所倚仗的大道根基。凝尸炼剑，这该不会是什么邪门歪道的路数吧？果然不是什么正经法门。我原本还抱有一丝侥幸，觉得这凝尸炼剑或许只是凝神炼剑的笔触，可结果真就是凝尸炼剑，最低都要一具筑基修士的尸体。是去刨别人祖坟，还是去杀人？刨祖坟我倒是还好，毕竟我在这个世界没有祖坟，属于无法被选中。可若真这样做了，师父应该会忍不住清理门户。至于杀人，我现在连炼气后期都还没到，去找筑基邪修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修仙者也会失眠吗？既然睡不着，不如修炼。